马克龙带着欧盟跳车了，白宫表态让乌克兰松了口气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中横 Talk。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不再做美国的附庸之后行动来了。消息指出，法国正在阻止欧盟提出的关于出资20亿欧元为乌克兰供应弹药的决定。站在法国的角度上，说明法国的自主意识在进一步苏醒，也说明了对于援助乌克兰，法国有了自己的看法。拜登政府一直在向欧洲施压，要求欧洲加大力度援助乌克兰。法国的这一立场明显是与美国相悖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乌克兰的死活本身就跟法国等欧洲国家没有关系。过去是为了讨好美国，他们才援助乌克兰。如今既然清醒了，那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填乌克兰这个无底洞了。更何况援助乌克兰是与俄罗斯作对，考虑到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，欧盟最不该的就是与俄罗斯站在对立面上。基于此，马克龙带着欧盟各国跳车了，阻止欧盟援助乌克兰的这一举动，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欧洲的一剂清醒剂。说白了，法国的态度意味着欧盟对援助乌克兰一路开绿灯的时代正在结束。值得一提的是援助乌克兰20亿欧元的决定在执行前是需要得到所有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的。只要法国一天不同意，乌克兰就一天别想得到欧盟的援助。那如果欧洲国家不再援助乌克兰了，乌克兰该怎么办呢？兴许是怕泽连斯基政府因此消极，所以在同一天，白宫就立即做出了最新表态。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明确表示，美国将会尽其所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，以确保乌克兰在军事方面能够继续得到所需要的武器装备。据悉截止到4月4号，数据显示，自拜登上台以来，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5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。这是一笔不菲的开销这在过去可能对美国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当下的美国经济而言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了。白宫这一表态则意味着，尽管美国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了，仍将不惜一切要援助海外。或许很多人会疑惑，美国自己都要揭不开锅了，为什么还要花费大力气援助乌克兰呢？难不成真的是为了道义吗？答案显然不是。美国人的目的就是要乌克兰人冲锋陷阵，直到战斗到最后一刻，因为只有延长冲突才符合美国的利益。美国从挑起俄乌冲突的那个时候起，目的就不是单纯的，就是要通过乌克兰的手来击垮俄罗斯，还不想把战火烧到自己的国土上。尽管这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武器，但是如果赌对了，俄罗斯就会与整个西方国家在作对。不过显然美国赌到现在，赌的他的盟友伙伴们都跑了，马克龙也带着欧盟不干了，美国只能是硬着头皮自己给乌克兰撑腰了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美国他是没有办法后退了，唯有告诉乌克兰及外界，哪怕是以一己之力，也会力挺乌克兰到底的，希望能挽回一丝好的局面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各位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